这是来自方 Hobby 18-19年发售的合金成品，可能新入坑的朋友们不太清楚这是什么厂家。大家从我买的这个全新未拆却依然有点脏兮兮的包装上，大概就能猜到一二了。那在我大学期间，曾有一家叫做 Fanmade 的合金成品厂。当年名叫 MC 的厂是专门 KOMB 的，但 Fanmade 就很有志气啊，骨架结构的就借鉴过来，外甲啥的自己做原创设计，于是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仿 MB 式的成品，比如这个小鸡坝，以及这个明明是 OOQ 的巴别塔等等。当年的成品市场很匮乏，这么有意思的厂家，我几乎每一款都买了。但是他们家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产品质量超级的拉垮，一期橘皮划痕都是小问题了，经常动不动就掉件，各种组合连接松的要死。把玩的体验非常的糟糕，于是这个厂的口碑就迅速的崩盘，只能不停的换马甲。那这个方 Hobby 就是马甲之一，但我还是很欣赏这个厂的，毕竟人家真的是在搞新的东西，努力的人也不一定一直会倒霉。如今一个叫做 CCS 的厂商就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展开了。回到主体，这只蓝色命运据说是改进了工艺和 QC 的，粗看之下确实还是挺唬人的，一印细节啥的都做得挺像模像样的，也是采用了不同深浅的蓝色分色，好看那是真的很好看。然而实际上这玩意儿一样是垃圾松紧度加上垃圾的品控，所以当年也一度掉价到350，但他估计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竟然跟戴哥的 R 魂在售价上硬碰硬。那由于 BD2 没补款，我没拿到手，咱只能简单的用 BD1 替代一下做个对比，但其实 BD1 也足够说明问题了。这玩意儿发售价也是400多500块，而且跟路高都是一个模具， BD123 除了颜色的区别，也只有推进器啥的这些小区别了，所以也足够代表他的两位大哥了。那为了公平起见呢，我们再把方 Hobby 的这个也换个装，给它套上 BD1 的吉姆头和肩甲。没想到吧，这玩意儿甚至把设定里被抢之前的样式也作为所谓的首发特点给送给你了，而且肩甲上的标识一印也没有糊弄你，就说良不良心吧。那接着把这两发售价几乎相同的家伙放一起，给大家转个圈看看。我不能说碾压吧，那毕竟他俩都不是同一个赛道的。但问题是，如果你就想买2号机的话 ，you have to spend the same money。那如果对比可动的话，就更爆笑了。首先，两边的头部可动幅度都属于卧龙凤雏，抬头低头都只有一点点幅度，R魂可能稍大一点，有15度左右的摆头，那就真的半斤八两了，非常的一般啊。转头的方面都是360度的平转幅度，不过它俩的头颈连接都是不一样的设计，竟然做出了几乎一样的效果。常规的手臂可动，二者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90度的平台，360度的大风车，大臂360度平转，接近180度的曲肘，常规的这些动作都能做出来。不过关节上的设计确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 R 魂为了平台，肩部多做了一段上抬关节，两边的手臂可动都不错。不过这里方 Hobby 就放大招了，肩胛内部做出了隐身关节，而且是可以向前伸接近90度的。虽然没有什么防穿帮的遮盖吧，但这个关节就能让 BD2 摆出这样大张一刀流一样的挥剑 pose， 这就让 R 魂的内缩关节有点黯然失色了。难过的是腰部的可动，这俩又变回卧龙凤雏了，这只有15度的弯腰和挺胸，这比弯腰幅度还大的左右侧摆，以及最神奇的是，它俩的转腰幅度竟然都是完美的左右45度，搞得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设定上这玩意儿就是只能转这么多。腿部可动方面，首先方 Hobby 比 R 魂多了后裙甲的抬起避让，两者的腿部都能做到90度的前踢 ，R 魂可能略多于90度，后踢方面则是都是45度，几乎没有差别。不过侧踢问题就很大了 ，R 魂这45度不到的残废到底是想闹哪样？屈膝也很有意思，都是只能150度左右，方 Hobby 这个明明还有空间，但是就是弯不下去。大腿根的平转方面，方 Hobby 能360度，但 R 魂就只能前后90度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两边都在腿甲的侧面还原了一个展开机构，并且都可以将真正的光束剑的剑柄收纳在里面，这个倒是应该给好评的。脚踝的接地性倒也是差不多，左右的接地都能到30度左右。R 魂这边腿甲有干涉，所以幅度有点小，脚掌的上抬则是反过来了 ，R 魂大概能到45度以上，而方 Hobby 这边则几乎是没有幅度的，下抬也是这样的。不过方 Hobby 这边下抬露出的这液压感，以及整个脚部的造型以及3段的上抬，确实爆杀 R 魂。那这一轮对比下来，各位觉得怎么样呢？单独看两个产品的话，我觉得都很一般啊。但放一起的话 ，R 魂这个550的自信定价就很搞笑了。那有人会说 R 魂的特效件给力，配件也很给力啦，那咱就来对比一下。首先是 R 魂的，有 Exam 发动时的替换眼，完全没涂装的机枪，常规的一堆手型，以及喷射的特效，线控导弹的特效。那 BD2 相比 BD1 的话，会多2坨很帅的大推力喷射特效件，其他都是一致的。方 Hobby 这边就有点吓人了，武器方面 BD1、2、3的武器全部都要塞给你，除此之外还有全涂装的火箭筒没有展示在这里，线控导弹和手型啥的也全部都有提供。
以及之前提到的所谓首发特点的 BD1换装，而且还给你弄来了砍王的电热双刀。不过虽然配件很丰富啊，但完全没有特效键的加持，这一趴只能说各显神通吧。不过虽然少了特效键啊，这只方 Hobby 还有杀招没有用呢。打开背后隐藏的插口，露出 Micro USB， 插上电线就能看到 BDR 闪烁的喷口了，以及眼睛闪烁的呼吸灯是灯效，它加了灯效。另外，它其实是可以通过背后的按钮切换 Exam 系统的发动灯效的。不过我这个好像因为年久失修了，已经不听使唤了，哎，有点可惜啊。那本期评测也就到这里结束了。不过这玩意儿也不能称之为评测吧，做这种对比也真的就是一时兴起。谁叫万代压着我的 BDR 不给我补款呢？不过我瞅了眼日版现货，好像已经到500左右了，哎，又是大破发。但500左右依然是很贵的价格，跟6年前的方 Hobby 一对比啊，真的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给万代代哥找补了。现在对万代真的是热情逐渐的萎靡啊，以后要不我也加入倒戈的行列吧。OK，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各位观众老爷们，下次见，记得一键3连哦。